欢迎回到江峰世界，朋友们好。这段时间，全国各大名山大川，比如五台山、普陀山，突然出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甚至可以说是惊悚的现象。大家脑补一下那个画面，一大批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甚至开着装甲车的蒙面武警，杀气腾腾的直接把寺庙的大门给堵了。干什么去？抓特务？防恐袭？错。内部消息爆出，地方财政已经彻底见底了，连砸锅卖铁、卖裤衩子都凑不出钱来。这些拿着突击步枪的武警是直接去接管佛祖的香火钱，去掏功德箱里的硬币，拿来发军饷当维稳经费的。大家用脚趾头想一想，号称宇宙第2大经济体，动不动就要给全人类指明方向的伪光正政权，现在居然穷疯了，穷到要去跟菩萨抢硬币，连老百姓求神拜佛的信仰都要搞公私合营拿来变现。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它的财政大动脉已经被彻底切断了。这叫什么？这就是王朝末期大厦将倾、行将就木的惊天凶兆。好，问题来了，抢了佛祖的钱去发军饷，那这支军队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是不是拿了香火钱，吃了皇粮，就能嗷嗷叫着去武统台湾，跟美帝决一死战了？恰恰相反，统帅现在半夜惊醒，后背发凉。他最怕的根本不是美帝国主义的航母战斗群，而是他自己手里天天握着的这杆枪，因为这杆枪已经彻底乱套，彻底不听使唤了。最近海陆空3军的主官，外加信息支援部队的头头，全军覆没，彻底罢免清洗。为什么要把这些当年给自己卖命鞍前马后的大将全抓了？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黑箱销赃？大家看看这几天各大战区的军报，4月17日到20日，南部战区陆军、火箭军跟商量好了一样，天天在头版头条喊一个口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火箭军在喊整治战备秩序，倡导求真务实。陆军更是直接打出了一篇奇文，大标题毫不掩饰，叫新官里旧账，课题接茬干。什么叫正确政绩观？什么叫整治战备秩序？这就是在指着前任的鼻子骂娘啊！以前的政绩全是在造假，以前的战备全是糊弄皇上的精美 PPT。最搞笑也是最悲哀的就是那个新官理旧账。老习派了心腹不打招呼直奔军火库，结果一查，导弹的引信是生锈的，雷达的芯片是洗衣机上拆下来的便宜货。最丧心病狂的是，演习用的手榴弹里面填的居然是沙子和锯末，妥妥的军工利益集团黑箱销赃现场。现在海陆空的主帅全被抓了，新提拔上来的军官一看这满屋子的破铜烂铁，直接吓尿了。谁敢拿着这些假货去打仗？这要是真开了战，连个响都听不到，自己就灰飞烟灭了。谁敢给前任的贪腐背黑锅，谁去谁就是炮灰。这帮新官们彻底躺平了，死活不愿意签字接手。那现在一线的兵营和指挥部到底是个什么绝望的景象？既然雷达芯片是以次充好，导弹引信是生锈的，那这仗还怎么打？东部战区的航空兵基地，老兵和高级将领们都知道装备的底细，谁都不愿接这口黑锅。指挥部现在只能挑软柿子捏，去忽悠那些刚上来涉世未深的年轻飞行员。指挥部里现在天天洗脑的不是现代空战的超视距战术，而是疯狂重温70年前抗美援朝的老掉牙故事。面对劣质的雷达和大概率打不出去的导弹，政委和指导员在起飞前给飞行员灌输的底线战术竟然是拼到最后就是拼一口气，宁愿血洒蓝天，撞也要把敌机撞下来。新官不愿意理旧账，武器全是糊弄皇上的假货。中共高层现在的真实战术就是搞神风特工队，用底层年轻人的肉身去弥补军工贪腐烂掉的窟窿。这就是为什么共军现在连跨昼夜空中加油这种极高风险的科目上去的都是毫无经验的年轻飞行员。老将们早就知道飞机靠不住，打死也不敢飞了。咱们再把镜头切到南部战区的实战指挥部，高层天天喊着要搞海天协同、体系出击，
建立所谓的协作区。但实际情况呢？因为装备里全是劣质芯片和弄虚作假的系统，演习中经常出现极其恐怖的画面。飞行员开着战机飞在半空中，突然雷达信号直接丢失，屏幕一黑，直接被假想敌死死锁定。前线的飞行员在半空中惊出一身冷汗，险象环生。好不容易命大把飞机开回来，战机一落地，全员直奔战术评估室，拉单列表疯狂复盘。这就是在排查哪台机器又死机了，哪条数据链又断了。大清洗中，高层将领的躺平，基层兵营里充满了政治高压和极度猜忌。现在的通信部队和士官学校原本应该是纯技术的专业课，现在全被政工干部接管了。讲着讲着通信原理，突然就开始查验忠诚度，甚至在综合演练里遇到通信设备被全频段压制，常规手段全部失效，就是破铜烂铁死机了。这时候班长和教员教给士兵的应对办法居然不是怎么维修排障，而是直接原地搞政治动员，扯着嗓子大喊天底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在现代电子战的秒杀级对抗里，机器坏了，你教士兵用精神胜利法去对抗电磁干扰，用口号去扛导弹。更可怕的是，基层现在疯狂搞所谓的军营故事会，天天给士兵讲当年老航校怎么抓特务，怎么防渗透。在统帅极度的偏执与不安全感下，整个军营已经陷入了抓特务的疯癫状态。上面喊着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底下的士兵们现在是什么心理？他们不仅要防着天上随时掉链子的劣质飞机，更要天天提防睡在自己下铺的兄弟会不会为了表忠心，为了升官，半夜爬起来把自己给举报了。这就是真实的一线。统帅坐在中南海里无能狂怒，底下的将领们装死不接盘。而在这艘破船的最底层，基层官兵正被迫开着雷达失灵、导弹生锈的战机，随时准备去搞自杀式撞击。指挥所里天天给劣质设备擦屁股，兵营里的士兵则在震天的政治口号中互相提防，妥妥的彻底陷入内耗，硬件稀烂，精神极度紧绷，随时可能在内部压力下轰然自爆的火药桶。咱们作为看戏的普通人，在见证历史大变局、大风暴到来的时刻，千万不能先把自己熬垮了。在这里，江峰必须向大家隆重推荐咱们的健康护盾普瑞堂黑参。它不仅吃了不上火，还能极大的提升人体的免疫力，改善你的睡眠，强心护肝。咱们很多观众朋友吃了之后都反馈说，白天精力充沛，晚上睡得极其踏实。大家记得在下单的时候一定要输入咱们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GF， 享受全球包邮的待遇。买的是健康，图的是痛快，让我们一起熬死他们。好，咱们言归正传。咱们刚才说了空军和陆军，那大家肯定要问了，作为这次大清洗的重灾区，连着几任主帅都被连锅端，物理灭口的中共海军，现在又是个什么德行？这里面的真实画面简直荒诞到了让你后背发凉的地步。官方天天在搞丧事戏办，几百米深的海底，一艘核潜艇里居然在玩鲁滨逊漂流记。这是现在真实发生在北部战区潜艇部队里的奇观。一艘正在深海执行所谓远航任务的潜艇里，底下的水兵因为舱室空气质量恶化，连个防尘口罩都没有，眼看就要憋出病来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在现代化的潜艇里，水兵想要个防尘口罩，结果没办法，居然找了个塑料瓶子，取名叫什么龙宫漂流瓶。底下的潜艇兵把缺氧气、缺口罩甚至心理崩溃的求救纸条塞进这个塑料瓶里，在各个舱室之间像扔垃圾一样传来传去，最后祈祷能飘到艇长的桌子上。因为长官们高高在上，体制内的层层防备和僵化让上下级之间彻底断绝了沟通，最后底下人被逼得没办法了，想出这个招。这可是一艘号称要突破第一岛链去跟美军决战的潜艇啊，需要绝对高效秒级响应的作战单元啊！官兵之间居然已经割裂，防备到了要靠扔漂流瓶来沟通基本生存需求的地步。
指挥链已经彻底瘫痪，底下的士兵根本就是被长官视如草芥。再看拿人命填窟窿的全能试飞员，现在海军航空兵被逼到了什么程度？因为高层大清洗，导致极度缺乏人手，上面的死命令又压下来，基层指挥官没办法，只能搞所谓的一人飞多型，抓着一个刚上来的年轻飞行员往死里薅羊毛。上午让他飞滑跃起飞的旧机型，下午直接让他跨机种去飞电磁弹射的新机型，连大脑的肌肉记忆都来不及转换，就硬逼着上天。最绝的是，他们现在大言不惭地喊出一个口号，叫试飞即战斗。试飞本来就是极高风险的排雷工作，现在居然跟战斗画上等号，就是明确告诉你，飞机大概率是有致命故障的，老子也没钱没配件给你修，你上去飞本身就是一场赌命的战斗，一旦在空中出现战机姿态瞬间失稳，这种致命险情全靠你自己命大救回来。这是在拿年轻人的肉身疯狂测试军工贪腐的底线。最后再看看他们平时引以为傲的联合作战和后勤保障。现代海战打的是体系，结果呢，海军的舰队指挥员在演习的时候看着雷达屏幕上一片混乱，居然跑到空军那里去取经，才恍然大悟，原来可以搞信息共享。感情这几年天天吹嘘的海空一体战，全是在 PPT 上打嘴炮，直到今天才发现自己是个瞎子。后勤就更崩坏了，一辆后勤运输车半路趴窝了，就这么点破事儿，底下的士兵居然要跑几十公里去找机关开维修单，因为互不信任。现在政治高压太厉害，谁都怕被扣上贪污维修费的帽子，就层层报批，导致人等单车等人，装备坏了宁可扔在路边长草，也没人敢签字去修。这时候政工干部在干嘛呢？在刺骨的寒风里，机务兵正在满头大汗焦头烂额地修理那堆随时会要命的破铜烂铁。结果指导员拿着一本破教案凑了上来，不给递扳手，不给找配件，而是站在旁边搞战地微课堂，扯着嗓子质问正在修飞机的士兵：同志们，担当二字的含义是什么？大家看看，这就是中共海军乃至整个军队基层的真实切面。装备是生锈凑合的，沟通是靠扔塑料瓶的，飞行员是当自杀式耗材用的，而政委则像催命鬼一样在旁边疯狂念经查验忠诚度。统帅还在做着万箭齐发武统台湾的千秋大梦。统帅急了，眼看枪杆子握不住了，直接跑到国防大学去，把120多名中将关在屋子里搞延安整风式的训话，派了身边的大管家挨个房间敲门做思想工作，逼着这120名中将签字画押，要求他们公开表态宣誓效忠自己。结果呢，历史的惊人一幕重演了。这120名中将给统帅上演了一出晚清末年的完美版东南互保，集体软抵抗，没有一个人愿意当出头鸟去签字。将领们心里跟明镜似的，你把海陆空的头头全砍了，连个军委班子你都凑不齐了，现在让我们这帮中将去接盘，让我们拿着填满沙子的手榴弹去理旧账，想让我们在未来台海战败或者军功爆雷的时候替你背这个千古黑锅，门儿都没有。统帅在讲台上口沫横飞，无能狂怒，唾沫星子都飞出来了。台下120个带着将星的中将，那位被人大公报官宣免职的陆军原司令李乔明，网上传出他根本就没有乖乖就擒，而是直接托人在海外放话打脸，扬言老子现在还是陆军司令，老子现在就带着部队重兵驻扎在北京城周边，而且直接对着中南海隔空叫阵，有本事你打内战，不要反复试探。退一万步讲，不管这个传闻在细节上是真是假，这种极其大逆不道的消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有组织的放出来，这就已经说明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统帅手里的枪杆子已经彻底不姓党了，彻底乱套了。这是体制内高层看透结局后的疯狂发泄，是濒临绝境时的拔刀相向。内战和哗变的阴云已经不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推演，而是实实在在的黑压压的笼罩在了北京城的上空。